在2021的最后一个月，娱乐圈又塌房了。红了20多年的优质偶像王力宏前脚刚宣布了离婚的消息，后脚前妻李静蕾就举起铁锤，用逻辑清晰、通俗易懂的长文锤了他个措手不及。面对李静蕾字里行间的控诉，时隔多天，王力宏发文道歉，承认全都是自己的错，表示自己将会暂时退出工作，并将房子过户到妻子名下，并承担所有教育抚养费用。看起来王力宏还算是大方，不过就在前几天，王力宏却一副受害者模样，自称文笔不好，但没有对婚姻不忠，还斥责前妻李静蕾的5000字控诉为不实消息。如今态度180度反转，被网友解读不敢犟嘴了。之前很多人印象中风度翩翩的音乐才子形象算是彻底崩塌。从李静蕾与王力宏结婚后所经历的描述来看，所谓的才子对家庭负责的王力宏，私底下品行作风居然如此不堪，脚踏多条船，屡次招妓，连人妻也不放过。而且李静蕾还暗示王力宏性取向似乎不局限异性，他在长篇中指出，王力宏37岁时仍然无法自己做任何决定，犹豫到躺在地上不能动。而王力宏37岁的时候正是2013年，那一年他与李云迪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，不可收拾。李静蕾也提到，王力宏的舞蹈老师曾发信息向他哭诉，以为他俩在一起，这位舞蹈老师的代称是他。末了，李静蕾还说道，希望他能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，跟对的人在一起。希望你也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不要在意世俗眼光。简短词语不免让人浮想联翩。有一位知情者透露，早在王力宏与李静蕾交往期间，就已经出轨掰出妹妹 Yumi。而王力宏婚后也一直与其保持暧昧关系，对此12月18日清晨，ByTo出面澄清，晒出报警回执单，并配文人言可畏，众口铄金，语言会杀人，以表明清白。没想到李静蕾十分强势，果断回应ByTo，请把警察联系方式给我，我提供证据。对于李静蕾和ByTo的正面直接碰撞，网友纷纷猜测，姐姐想必也真的是手里有着充分的证据。不少粉丝表示坐等王力宏和ByTo实锤。对于李静蕾的这一举动，不少圈内好友纷纷点赞力挺。还有李静蕾也曾提到，王力宏有个已婚有小孩的炮友，还曾一度违反法规要飞去他家聚会。还记得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，王力宏曾不顾防疫规定与徐若瑄、范玮琪黑人夫妇聚会，还曾被台北市卫生局处罚1万元新台币。网友们表示，这个炮友很有可能就是徐若瑄，因为早年的时候，王力宏与她就在合作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歌中传出绯闻。在康熙来了上，小 S 就八卦过两人的绯闻，还爆料徐若瑄有王力宏家钥匙。更劲爆的是，往期徐若瑄上节目的时候，还曾被小 S 问及周杰伦、王力宏两人选一个发生一夜情会选谁？徐若瑄当时给出的答案就是王力宏。事实上，翻着王力宏的履历，就会发现李静蕾说的话几乎都是有迹可循的。王力宏表面上看起来是个谦谦公子，背地里却做过许多放荡的事情。在大学时期，他认识了一位白小姐，对方是中美混血儿，同时还是一位家境优渥的白富美。刚上大一时，两人就在课堂上相遇。下课后，白小姐主动找王力宏聊天，不久后两人走到了一起。此时的王力宏跟白小姐无论是年龄还是心智都要更加成熟，这段感情也更加稳定。从大一到大学毕业，两人一直在一起，甚至后来王力宏回到台湾发展，两人还经历了几年的异地恋。只不过两人的感情还是没有敌过距离，最终遗憾分手。据说王力宏在录制第一张专辑《情敌贝多芬》的时候，曾让白小姐担任 MV 的女主角。后来白小姐嫁为人妇，王力宏还特地为她写了一首 Forever Love， 可见这段感情在王力宏心中也是非常重要的。5年情断之后，才华横溢的王力宏被天后张惠妹主动出击，邀请他为自己的歌曲《爱永远不会消失》作曲，他也投桃报李，高调现身王力宏演唱会。
张惠妹曾经公开表示自己对王力宏非常有好感，不过王力宏本人却一直没有回应。到了2004年，有媒体爆料称，有一位录音师曾在亲眼看到过两人在录音室里激吻，然而王力宏对此依旧没有任何表示。再到后来，甚至有张惠妹的邻居爆料表示，经常看到王力宏出入张惠妹的家中。张惠妹本人也承认，王力宏确实有来过我家。可是王力宏依旧声称自己和张惠妹只是朋友关系。和张惠妹的绯闻告一段落之后，主动邀请与她同龄的舒淇担任专辑中第一个倾城暗 V 的女主角，帅哥美女干柴烈火，一深入合作立马传出绯闻。不久就有网友曝光王力宏与舒淇在东京挑选戒指，二人举手投足极为亲密，俨然一副情侣模样。王力宏在香港举行歌唱，舒淇也高调捧场。台上的王力宏毫不避嫌地站在舒淇面前大唱情歌，真是歌王影后配一脸。更有香港媒体用 DV 拍到王力宏多次夜闯舒淇香闺，视频中二人穿情侣装吃雪糕喝香槟，王力宏还身穿浴袍裸着上身与舒淇缠绵拥抱，真是无比丝滑。然而面对有视频，二人依旧没有承认。以事业为重的王力宏很快又吸引了一群女神的火力。当时萧亚轩给王力宏合作了专辑，还在采访中表示，王力宏是我的理想型，见面才20分钟我就喜欢上他了。虽然这句话有一点玩笑的成分，但足以让网友们浮想联翩了。2007年，萧亚轩出席王力宏的演唱会，舞台上萧亚轩还跟王力宏合唱了一曲，并且两人还共用了一支麦克风。演唱会结束后，两人的绯闻就传开了，只不过或许是王力宏和舒淇的绯闻更吸引人，所以他跟萧亚轩的这段绯闻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。同样是在2007年，王力宏和汤唯合作了电影《色戒》。在拍摄结束后，王力宏对汤唯的喜爱就一发不可收拾。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王力宏也对此毫不掩饰，表示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，都对汤唯很有感觉。以往面对绯闻时，王力宏都唯恐避之不及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示爱某位女星，所以自然引起了网友关注。然而向来无往不利的王力宏，这一次却在汤唯这里栽了个跟头。对于王力宏这个音乐才子，汤唯貌似不感兴趣，所以在两人疯传绯闻的期间，汤唯对此没有任何回应。时间来到2013年，王力宏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和李静蕾的合照，还表示两人已经登记结婚。原以为是浪子回头，没想到却是暗度陈仓。婚后，李静蕾为王力宏生下了3个孩子的时候，王力宏依旧与其他女生打得火热，甚至将财产转移得很干净，房子在自己名下，车子在母亲名下，生怕妻子占到一点便宜，还把脏水全泼到李静蕾身上。因为防疫政策要求，王力宏26日的音乐节以及31日的卫视跨年晚会，各类商演行程应该都取消了。多家代言品牌也宣布与王力宏解约，其中英菲尼迪16日才官宣王力宏成为其品牌代言人，18日就发表了解除合作声明，这也被网友戏称其是史上最短代言人。王力宏和李静蕾从爆出离婚消息，再到李静蕾发声揭露王力宏作为优质偶像私下不堪肮脏的一面，再到王力宏爸爸出面发声，王力宏本人出面道歉，这件事已经发酵了4-5天，目前终于也算是落下帷幕了，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呢？